大家好，今天與各位分享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委託專業民調機構做的調研。這個調研是2026年5月做的，覆蓋15個歐洲國家，其中13個歐盟國家，還有英國以及瑞士，一共19481個成年人參與。德國樣本為2138人。德國那部分調研時間是2026年4月30日至5月31日。誤差範圍2.21個百分點，這個樣本量是相當扎實的。基於此，8月6日，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德關係的評論。我們來看看，然後與大家一起對公布的數據及內容進行解讀。歐洲力量相信數據，德國人願意採取更強硬的對華政策。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的民調顯示，德國民眾不僅明顯支持德國對華採取更強硬的政策，也支持增加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以此同時應對兩個問題。德國決策者長期以來的顧慮一直阻礙柏林對中國採取更加嚴厲的經濟政策。最近，當法國、意大利、立陶宛、荷蘭和西班牙推動歐盟委員會對中國採取更嚴格的措施，並加快貿易防禦行動時，德國不僅沒有加入，甚至還呼籲加強與北京的產業聯繫。不過，如果柏林決定對中國採取更加鷹派的政策，有一點倒是不必擔心，那就是選民會因此表示反對。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的民調數據顯示，在接受調查的15個歐洲國家中，德國人對中國的懷疑程度最高。基民盟和社民黨支持者中有多達60%的人認為中國是德國的對手或競爭者。相比之下，在歐洲其他國家，多數民眾仍然將中國視為必要的合作夥伴，甚至是盟友。例如，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別有56%和65%的受訪者持這種觀點。對中國持懷疑態度最接近德國人的是法國公眾。法國總統馬克龍近年來在對華問題上的政治立場越來越強硬，而這似乎也已經找到了願意聽取這種立場的法國民眾。我們看下面的圖表。總體而言，在談到中國時，以下哪一種說法最符合您對中國對於歐盟而言是什麼的看法？首先，這個圖表是關於德國受訪者的，按政治傾向劃分，以百分比啊。第一個是深藍色，它代表盟友，也就是與我們擁有共同的利益和價值觀。然後呢是藍色，代表必要的合作夥伴，我們必須與其開展戰略合作。然後是淺灰，代表不知道。再往下是紅色，代表競爭對手，我們需要與其展開競爭。然後是深紅色，代表對手或者敵手，我們與其處於衝突之中。說明一下，這裡競爭對手和敵手有明顯區別。競爭對手主要強調經濟、科技、地緣政治等方面的競爭，而對手或者敵手語氣明顯更強，意味着雙方存在衝突甚至敵對關係。因此，如果這是用於分析德國民眾對華態度的民調圖表，最後兩項合起來可以理解為將中國視為競爭者或敵手的人。德國作為一個整體，49%的德國人選了對手或敵手，只有38%的人選了盟友或者必要夥伴。這麼比一比，德國是15個國家中對中國最警惕的那一個。等一下我們從歐洲各國的民調數據可以知道，德國各政黨選民對中國的看法也有所不同。左翼選擇黨本來是對外國最強硬的，但今天這個數據很有意思。數據顯示，右翼選擇黨支持者更願意將中國定位為必要夥伴及盟友，反而是基民盟以及社民黨、綠黨這幾個左翼政黨把中國當競爭對手或者敵手的比例更高。德國社民黨原本是偏社會主義色彩的政黨，代表勞工階級。正常情況下，他們應該與中國有天然親近才對啊。可是他們對中國的敵意或者說警覺度差不多是最高的，這就有意思了。咱們具體來看看德國。德國全部認為中國是盟友的，估計呢大概是2%左右，對吧？因為你看下面4%，那麼這點就2%、2.5%，是夥伴的35%，不知道的13%，但是認為中國是競爭者的高達40%，然後認為是敵手的9%，
也就是認為是競爭對手及敵手的，一共有49%。看黨派，右翼選擇黨認為中國是盟友的5%，認為中國是夥伴的45%，加起來50%。不知道的11%，認為是競爭者的31%，認為是敵手的8%。看左翼黨，認為是盟友的4%，認為是夥伴的43%，不知道8%，是競爭者的33%，是敵手的12%。然後是中間偏右的聯盟黨，認為是盟友的大概是3.5%，認為是夥伴的28%，不知道9%，認為是競爭者的高達47%，認為是敵手的12%。我們看偏左的社民黨，認為是盟友的估計呢1.5%或者1%左右，認為是夥伴的31%，不知道8%，認為是競爭者的高達51%啊，朋友們，認為是敵手的也高達9%，加起來60%，挺高。偏左的綠黨、環保黨認為中國是盟友的可能0.5%，認為是夥伴的34%，不知道的7%，認為是競爭者的高達51%，認為是敵手的7%。好的，我們看看為什麼在綠黨這裡啊，高達34%的人認為是夥伴呢？從綠黨的角度來說，因為呢，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比如說光伏呀、風能發電等等的設備的生產商及供應商，缺了中国根本不行，是對中國形成依賴，所以呢，不得不把中國看成夥伴關係。但是同時呢，高達51%的綠黨選民認為中國是競爭關係，然後加上敵手，加起來一共是58%，但是還是沒有社民黨認為中國是競爭者或者敵手的60%高。聯盟黨加起來一共59%，這就是德國的情況。我們繼續往下看。總體而言，在談到中國時，中國對歐盟而言最符合下列哪一種定位？單位是百分比。上面我們講到啊，德國高達49%的人認為呢，中國是競爭者或者是敵手，是所有受訪15個歐洲國家比例是最高的。好的，我們從上往下看，排在最上面的是西班牙，9%的西班牙人認為中國是盟友，高達56%的西班牙人認為中國是夥伴，加起來一共65%。不知道17%，認為是競爭者的只有14%，認為是敵手的估計了3%或者2.5%。接下來是保加利亞，9%的人認為中國是盟友，53%的人認為中國是夥伴，不知道24%，認為是競爭者的只有11%，認為是敵手的估計呢是3%或者2.5%左右。接下來是匈牙利，9%認為中國是盟友，50%的人認為中國是夥伴，說不知道的18%，說是競爭者的19%，說是敵手的4%。好，看波蘭，7%的人認為中國是盟友，43%的人認為中國是夥伴，加起來剛剛過半。說不知道的22%，說是競爭者的高達23%，說是敵手的5%。然後看葡萄牙，6%的人認為中國是盟友，54%的人認為中國是夥伴，20%的人不知道，18%的人認為中國是競爭者。然後呢，這裡大概2%的葡萄牙人認為中國是敵手。接下來是意大利，5%的人認為中國是盟友，51%的人認為中國是夥伴，加起來是56%。20%的人不知道，19%的人認為中國是競爭者，5%的意大利人認為中國是敵手。然後是法國，5%的人認為是盟友，對吧？33%的人認為中國是夥伴，這個比例很低呀。19%的人不知道，然後呢，高達35%的法國人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8%的法國人認為中國是敵手，加起來43%。我們看奧地利，5%的人認為中國是盟友，53%的人認為中國是夥伴，然後18%不知道，17%認為中國是競爭者
7%的奧地利人認為中國是敵手。好，看荷蘭，5%的荷蘭人認為中國是盟友，53%的荷蘭人認為中國是夥伴，10%不知道，25%認為中國是競爭者，7%的荷蘭人認為中國是敵手。丹麥大概4%的丹麥人認為中國是盟友，44%的丹麥人認為中國是夥伴，加起來不過50%，14%的人不知道。認為是競爭者的丹麥人一共有30%，8%的人認為中國是敵手。瑞典大概是3.5%的人認為中國是盟友，37%的瑞典人認為中國是夥伴，加起來也不過半。18%的人不知道，30%的瑞典人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還有11%的瑞典人認為中國是敵手。倒數第二是德國。大概2%的德國人認為中國是盟友，35%的德國人認為中國是夥伴，13%的人不知道，40%的德國人認為中國是競爭者，然後呢，還有9%的德國人認為中國是敵手。我們看最後這個愛沙尼亞，認為中國是盟友的可能是1%左右，認為中國是夥伴的達到42%，不知道25%。認為是競爭者的愛沙尼亞人24%，然後呢，7%的愛沙尼亞人認為中國是敵手。我們可以看到啊，德國、法國這兩個國家對中國的負面態度是最高的，德國呢是最高，法國其次。我們估計啊，這與中國的產業越來越與德國以及法國的產業形成競爭有非常大的關係，甚至在很多產業，比如說汽車，有大舉超過德國汽車工業的那個趨勢，還有機械製造這個產業早已超過德國了。我們可以看到還有另外一個極端，西班牙人、保加利亞人、葡萄牙人、匈牙利人等等等等，對中國的友好度最高，可能是因為雙方的產業重合度較低吧。這是本次這些歐洲國家的民調結果。好，我們繼續往下。中國衝擊對德國的打擊尤其嚴重。德國製造業在2019年至2025年間大約減少了42萬個就業崗位，而且目前仍在以每月約1萬個崗位的速度持續流失。汽車產業承擔的代價最高，在德國國內以及海外市場越來越被中國製造商佔據的情況下，德國汽車企業正被不斷擠出市場。好的，德國知識點評下，我們得小心西方媒體的陰毒。42萬個就業崗位的數據其實來自德國經濟研究所，該研究所並沒有完全把它歸因於中國。其實過去德國企業是這樣操作的，一般讓他們的老員工退休，也就是到年齡就讓他們退休了，甚至有的時候有些員工是可以提前退休的，需要滿足一些條件，這裡就不細說了。但是這些老員工退休之後，這些德國企業就不再招收新員工了，這是屬於比較溫和的間接裁員。但是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發布的這篇評論文，硬是把這42萬個消失的崗位說成是因為所謂的中國衝擊，其目的就是服務於接下來歐盟可能更強硬的對華政策。好，我們繼續往下。歐洲理事會內部的風向正在發生變化，而德國也開始對此表示認可。2026年6月，歐盟各國領導人在會議上支持進一步強化現有的對華貿易防禦工具。這其中包括工業加速法案中的購買歐洲產品條款，以及對高風險中國技術的限制。儘管德國過去一直對此類更強硬的歐盟行動持猶豫態度，但如今德國已經不再充當阻礙歐盟採取更強硬措施的攪局者，而是謹慎地支持這一新的政策動向。儘管如此，德國民眾日益增強的對華懷疑態度，德國工業面臨的不斷加大的壓力，以及歐洲層面對採取更積極、更強硬對華政策的意願，三者結合起來，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種政治授權，使德國決策者有可能抓住這一機會，進一步推動對華強硬政策。德國公眾對於能源轉型的態度，同樣應該會讓德國領導人感到鼓舞。選民希望看到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57%的受訪者支持進一步推動經濟電氣化。在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調查的所有國家中，61%的受訪者表示支持優先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潔技術產業。
接下來這部分講新能源。在當前形勢下，你認為歐洲各國優先發展可再生能源與清潔能源產業是好主意還是壞主意？單位是百分比。好的，德國只是評論下，我們可以看到，除愛沙尼亞外，其他歐洲國家都認為是個好主意。老實說，朋友們，對德國人的觀點，我感到非常意外，因為德國人一直認為他們是最重視綠色環保的國家。可是本次民調我們可以看到，德國排在倒數第4，反而葡萄牙、意大利、英國以及匈牙利等國認為優先發展可再生能源與清潔能源產業是好主意。從圖表的結果，我們可能可以這樣解釋啊，德國人、法國人他們心口不一。好的，我們繼續往下。民眾的這一支持態度應當有助於說服包括德國在內各國領導人，他們可以採取行動，限制對中國日益形成的依賴。各國能夠加速能源轉型，同時扶持歐洲本土產業，從風電到電池產業，為清潔能源領域去風險。對於德國以及歐洲各國政府而言，推進行動優於拖延觀望。中國的經濟政策已然正對歐洲工業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害，但歐洲政策制定者仍需保護日益電氣化的經濟體系，防止其遭到中國工具化利用。倘若未能做到這一點，各國政府幾乎必然要在選舉中付出代價。那些將電氣化轉型與經濟去風險統籌推進的政府，最有可能收穫政治利好。從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發表的這個民調結果，可能是給歐洲人直觀感受，我們歐洲人的處境就是因為中國帶來衝擊，搶奪了我們歐洲人的飯碗。過去德國媒體一直不斷渲染中國衝擊，進行洗腦，千錯萬錯都是中國人的錯。這樣的情緒基礎，才可能是這次民調裡德國49%這個數字背後真正的心理成因。整篇文章對於這次民調的解讀，可能是為了在接下來歐盟與中國打交道時，能拿出更強硬的姿態，做給各國民眾看。你們看，我們對中國已經夠強硬了，該做的我們都做了，你們別怪我們了，等等等等。說來說去，萬變不離其宗，那就是一切都是為了甩鍋與選票。好的，本期節目就到這裡，你們對此有什麼看法？請踴躍參與發言。我們下期見。